我妈的第7张电话在深夜响起时，我终于接了。她声音哽咽：“小辉，今年过年能不能回来啊？妈想你了。”我刚要回答，手机又响了，是大姐发来的微信：“别回来，弟弟再婚，家里正张罗着凑50万彩礼呢。”我手指悬在屏幕上方，一时不知该回什么。10年北漂，我攒了一套小房，还欠着几十万房贷。在这个家里，我只是一台提款机。窗外，北京的雪无声无息地下着。我看着手机屏幕上同时亮着的2条信息，心如刀割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1月的北京，寒风刺骨，我站在公司楼下，看着手机上妈妈的来电提醒，这已经是这周的第3个电话了。犹豫半晌，我还是按下了接听键。小辉啊，今年过年回来吗？妈妈的声音里带着期待。妈，我这边工作挺忙的，可能回不去。我轻声说道，语气里满是歉意。都10年了，小辉，家里人都想你。他顿了顿，你弟弟明年要结婚了，这是他第2次婚姻，你知道的。我默不作声。弟弟小杰的第1次婚姻持续了不到2年，离婚时闹得沸沸扬扬。那时我匆匆回去一趟，看到爸妈花白的头发和疲惫的面容，心里难受的不行。小辉，你在听吗？妈妈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。在听，妈，我再考虑考虑吧。我敷衍道。挂掉电话，我深吸了一口冷空气，白雾从嘴里冒出来，散在空中。北京，这座我漂泊了10年的城市，既熟悉又陌生。我是在这里一步步从一个刚毕业的毛头小子变成了如今的中层管理，耗尽了我的青春和热血。公司里，同事小王递给我一杯热咖啡，又是家里电话。他问我，点点头，苦笑一声，老一套，催我回家过年。那你回不回？我搅动着杯子里的咖啡，看着漩涡在黑色液体中成型又消散。不知道。我妈说我弟弟要再婚了。哎呀，喜事啊！小王笑着说。我没回应，只是低头喝了口咖啡。小王不了解我家的情况，我也不愿多说。10年前，我背着行李来到北京，只为了逃离那个让我窒息的家。在那里，我永远是别人家的孩子，而弟弟永远是我们家的孩子。回到出租屋，我打开电脑，准备处理些工作邮件，手机又响了，是妈妈的第4个电话。小辉，你到底回不回来啊？车票我们都可以给你买好。他的声音急切。妈，我真的很忙，公司年底有项目要收尾。什么项目比家里重要？你弟弟的婚事，全家都得到齐啊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，我尽量吧。刚挂断电话，大姐的微信就进来了。小辉，最近忙什么呢？工作。姐，你那边怎么样？我回道，还行。大姐似乎在犹豫什么，片刻后发来一条长消息。小辉，有件事我得提前跟你说，小杰要再婚，对方家里要50万彩礼，爸妈手头紧，可能会问你借点钱。我盯着屏幕，一阵恍惚。50万，这可不是个小数目。我房贷每月还款7000多，虽然工资不低，但存款也就30万左右。姐，我这边也不宽裕。我实话实说，我知道，所以提前告诉你。大姐回复得很快，但爸妈肯定会问你的，他们觉得你在北京工作，肯定赚大钱了。我苦笑，这就是我的家人，永远觉得我应该有取之不尽的钱，可以随时支援家里。小辉，我实话跟你说吧，大姐继续发消息，如果你不想贴钱，今年就别回来了。
我放下手机，走到窗前。窗外，北京的夜色已经笼罩了整座城市，远处的高楼灯火通明。我在这座城市打拼了10年，终于有了一席之地。可家里人眼中，我似乎只是一个可以随时提供经济支持的存在。第二天上班，我心不在焉地参加了一个又一个会议。中午休息时，妈妈的第5个电话又来了。小辉，妈就问你一句，过年回不回来？妈，我真的很忙。忙什么忙？妈妈突然提高了声音，你弟弟的婚事，你这个当哥哥的连面都不露，像什么话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控制情绪。妈，我知道弟弟的事重要，但我真的抽不开身。你就是不想回来。妈妈的声音带着哭腔。自从你去了北京，就跟家里越来越生分了。电话那头传来爸爸的声音，让我来说。然后是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。爸爸接过了电话。小辉，是爸爸。爸，我的声音低沉。小辉，家里确实有点困难。爸爸的语气平静。你弟弟要结婚，对方家要50万彩礼，我和你妈退休金加起来才1万多一个月，积蓄也不多。我明白他的意思。爸，我也有房贷要还。我知道。爸爸打断我，但家里真的很需要你这个时候出力。你在北京这么多年，工资肯定不低吧？我没有正面回答。爸，我会考虑的。挂了电话，我感到一阵疲惫袭来。公司食堂里，我一个人坐在角落，机械地吃着盒饭。小王端着餐盘走过来，在我对面坐下。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？他关切地问。我放下筷子，叹了口气。家里要我出钱给弟弟办婚礼，50万。小王瞪大了眼睛。50万？你弟弟娶的是公主吗？我苦笑。是彩礼钱。我弟这是再婚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我摇摇头，不知道。我本来就有房贷，哪来那么多钱？小王沉思片刻，说，要不你就直说没钱。哪有那么简单？我苦笑。在我家，弟弟永远是第1位的。下班回到出租屋，我坐在沙发上发呆，手机又响了，是妈妈的第6个电话。我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，最终还是接了起来。小辉，妈求你了，回来一趟吧。妈妈的声音哽咽，全家就等你一个人了。妈，我想说什么，却被他打断。你弟弟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助，他第1次婚姻不幸福，这次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合适的，我们不能让他错过啊！我闭上眼睛，感到一阵心痛。10年了，我在北京拼命工作，省吃俭用，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。而现在，家里人却把我视为解决问题的提款机。妈，我真的没有那么多钱。我终于说出了实话。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是一声长叹。小辉，你是不是不把我们当家人了？这句话像一把刀，直直插进我的心脏。我感到一阵窒息。妈，不是这样的。那是怎样的？你弟弟结婚，作为哥哥，你不应该尽力帮忙吗？我无言以对。在我家，尽力帮忙似乎永远是我的责任，而不是所有人共同的事情。挂了电话，我给大姐发了条微信：姐，妈又催我回家了。大姐很快回复：别回，弟弟再婚需要50万，你回去肯定得掏钱。你现在工资多少？存款有多少？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老实回答：税后2万左右，存款30多万，但有房贷。那你肯定得出一大笔。大姐直言不讳：爸妈已经说了，你一个人在北京，没有家庭负担，应该多出点。我苦笑，在家人眼中，我的奋斗，我的辛苦，我的梦想，似乎都不重要，重要的只是我能给家里提供多少钱。小辉，我实话告诉你，
大姐继续发消息，我已经出了15万，姐夫家里也不富裕，我们还有孩子要养。爸妈的意思是，你最少要出20万。20万，我的心一沉，这几乎是我全部积蓄的2/3。如果拿出这么多，我的生活会陷入困境。姐，我真的拿不出那么多。我坦白道，那你就别回来了。大姐的回复简单直接，否则爸妈会一直逼你掏钱的。我放下手机，走到窗前，窗外北京的夜空繁星点点。10年前，我怀揣着梦想来到这座城市，希望能够摆脱家乡的束缚，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。现在看来，那个梦似乎离我越来越远。深夜，妈妈的第7个电话在我熟睡中响起，我迷迷糊糊地接起来，听到她带着哭腔的声音：“小辉，今年过年能不能回来啊？妈想你了。”我刚要回答，手机又响了，是大姐发来的微信：“别回来，弟弟再婚，家里正张罗着凑50万彩礼呢。”2条信息同时出现在我眼前，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应。窗外，北京的雪无声无息地下着，覆盖了整个城市。我起床，走到窗前，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，突然决定回家一趟，不为弟弟的婚事，只为10年未见的父母。我买了一张春节前3天的火车票，简单收拾了行李。离开前，我给大姐发了条微信：“姐，我决定回去看看。”大姐很快回复：“你疯了，准备好被榨干吧。”我没有理会她的警告，径直去了火车站。火车上，我回想起离家的这10年。刚到北京时，我住在一个狭小的地下室，每天挤地铁，风里来雨里去。后来慢慢有了起色，换了几份工作，工资也涨了不少。3年前，我咬牙贷款买了一套小2居，虽然位置偏远，但总算有了自己的家。这些年，我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，每次回去都会因为各种原因被要求出钱。弟弟上大学要学费，弟弟买车要首付，弟弟结婚要彩礼，而我似乎成了家里的提款机。火车缓缓驶入家乡的站台，熟悉又陌生的景象映入眼帘。这座3线城市比起10年前变化不大，街道还是那么窄，房子还是那么旧。我没有提前告诉家里人我回来的消息，打了辆出租车直接回家。车子停在老旧的小区门口，我拖着行李箱走向那栋我生活了20多年的楼房，按响门铃，门很快开了。妈妈站在门口，看到我时，她愣住了，然后眼泪夺眶而出：“小辉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想您了。”我简单的说，然后走进屋内。客厅里，爸爸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看到我，他放下遥控器，站起来，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：“小辉，你回来了。”“爸。”我点点头，放下行李。“你怎么不提前说一声，我好去车站接你啊？”爸爸说着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想给你们个惊喜。我笑了笑。妈妈已经进厨房忙活起来，我去做你爱吃的红烧肉。你爸前天刚买了一块五花肉，正好。我坐在沙发上，环顾四周，家里的陈设和10年前没什么变化，只是多了些照片。茶几上摆着弟弟和前妻的结婚照，旁边是弟弟单人的近照。我注意到没有一张我的照片。爸爸给我倒了杯茶，坐在我对面。在北京还习惯吗？挺好的，我淡淡的回答。工作顺利吗？还行，刚升了职。爸爸点点头，似乎在思考如何开口谈钱的事。我决定主动提起：“爸，我听说弟弟要再婚了。”爸爸的表情立刻变得复杂起来。“是啊，
这次对方条件不错，家里有2套房子，但要的彩礼高，50万，50万。我假装惊讶，这么多啊？是啊，我和你妈这些年的积蓄加起来也就20多万。爸爸叹了口气，你大姐家出了15万，还差不少。他的暗示已经很明显了。我没有立即回应，而是问，弟弟自己有存款吗？爸爸摇摇头，他工作一直不稳定，前段时间还换了工作，手头紧。我点点头，没有继续这个话题。妈妈从厨房探出头来，小辉，一会儿你弟弟也回来吃饭，他听说你回来了，特别高兴。我笑了笑，没有说话，心里却在想，弟弟高兴的原因，恐怕是看到了钱回来了。不到1个小时，弟弟小杰回来了，他比我记忆中胖了不少，穿着一件名牌外套，手上戴着一块看起来很贵的手表。看到我，他露出夸张的惊喜表情。哥，你终于回来了。然后他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，热情的有些过分。我拍拍他的背，笑着说，好久不见。饭桌上气氛异常热烈，妈妈不停地给我夹菜，爸爸不停地给我倒酒，弟弟不停地问我北京的生活。一顿饭下来，话题始终没有触及钱的问题，但我知道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。晚饭后，弟弟主动留下来帮忙洗碗，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事。我坐在客厅里看着电视，心不在焉。弟弟洗完碗走过来坐在我旁边，哥，这次回来待多久？过完年就走。我简短的回答，他点点头，然后压低声音说，哥，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。我转过头看着他，什么事？我要结婚了，你知道的。他眼睛里闪烁着期待。对方家里要50万彩礼，爸妈和大姐已经凑了35万，还差15万。果然来了。我淡淡的说，那你打算怎么办？弟弟露出一个讨好的笑容，哥，你在北京工作这么多年，肯定存了不少钱吧？能不能？我打断他，你自己有多少存款？他愣了一下，然后支支吾吾地说，我存款不多，前段时间换工作，用了不少钱。那你的第一次婚姻，爸妈出了多少钱？我继续问。弟弟的表情变得有些不自然。那次是30万彩礼，那30万都是爸妈出的。弟弟点点头，低下了头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控制情绪。小杰，我在北京这些年，自己买了房子，每个月还有房贷要还，我的存款没你想象的那么多。弟弟抬起头，眼中闪过一丝失望。哥，我真的很需要这笔钱，如果凑不齐50万，对方家里可能会取消婚约。我无力地看着弟弟，在他眼中，我似乎只是一个可以提供资金的存在，而不是一个有着自己生活、自己困难的兄长。我考虑考虑吧。最终，我只能这么回答。弟弟的脸上重新浮现笑容，谢谢哥，我就知道你最好了。他匆匆离开了，留下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发呆。不一会儿，爸妈从卧室出来，显然他们一直在听我们的对话。小辉，爸爸开口，语气中带着恳求，你弟弟这次真的很重要，对方条件很好，是他的一次机会。妈妈接过话头，是啊，小辉，你在北京这么多年，工资那么高，手头应该宽裕些吧？我看着他们，突然感到一阵心痛。在他们眼中，我的10年奋斗，我的辛酸苦辣，似乎都不重要，重要的只是我能给家里提供多少经济支持。爸妈，我努力保持平静。我在北京买了房子，每个月要还房贷7000多，我的积蓄不多，拿出15万，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数字。
爸妈对视一眼，然后妈妈说：“小辉，我知道你不容易，但你弟弟这次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助。他第一次婚姻不幸福，这次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合适的，那他自己为什么不努力工作攒钱呢？”我终于忍不住问出口。妈妈的表情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。小辉，你这是什么话？你弟弟工作一直不稳定，哪有那么容易攒钱？再说了，你们是亲兄弟，他有困难，你不应该帮忙吗？我沉默了。是啊，我们是亲兄弟，可是这么多年来，当我有困难的时候，家里人又给予了我多少帮助？我再考虑考虑吧。最终，我还是这么回答。那晚，我躺在自己的老房间里，辗转难眠，墙上还贴着我上大学时的海报，书桌上放着我高中时的奖状。时间仿佛在这个房间里静止了，但外面的世界已经变了太多。第二天一早，我被敲门声惊醒，是大姐。小辉，你真回来了。大姐站在门口，表情复杂。我点点头，昨天到的。大姐走进来，坐在我的床边。我不是告诉你别回来吗？想回来看看爸妈。我简单的说。大姐叹了口气，爸妈和弟弟跟你谈钱的事了吧？我点点头。那你怎么说的？说再考虑考虑。大姐皱起眉头。小辉，你别糊涂，这15万可不是小数目，你拿出来了，以后还会有更多的要求。我看着大姐，突然问：姐，你为什么出15万？大姐愣了一下，然后苦笑：还不是被爸妈逼的，他们说我是姐姐，应该照顾弟弟。再说，我家还有2个孩子要养，如果我不出钱，爸妈就会说我不孝顺，不体谅他们的难处。我明白了，在这个家里，血缘关系成了束缚我们的枷锁，让我们不得不按照父母的期望行事。姐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我问道。大姐沉思片刻，说：如果你有钱，又不在乎这15万，那就给吧。但如果这笔钱对你很重要，那就坚决不要给。小杰已经是成年人了，他应该为自己的生活负责。我点点头，心里已经有了决定。早饭后，弟弟又来找我了，这次他直接开门见山：哥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那15万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看着弟弟的眼睛：小杰，我可以借你5万，不是给，是借。什么时候还由你决定，但必须还。弟弟的表情一下子变得难看起来。哥，只有5万，我需要15万啊！我只能给你5万。我坚定地说，剩下的10万，你自己想办法。弟弟的脸色变得铁青。哥，你在北京工作这么多年，肯定赚了不少钱，你就不能多帮帮我吗？我看着弟弟，突然感到一阵心痛。10年了，他还是那个只会伸手要钱的弟弟，从来没有考虑过我的处境和感受。小杰，我在北京这些年，自己买了房子，每个月要还房贷，我的存款真的不多。我耐心解释，5万已经是我能给的极限了。弟弟的表情变得愤怒起来。哥，你太自私了，我要结婚，你却只想着自己。我被这句话刺痛了。自私？10年来，每次家里有需要，我都尽力帮忙，而现在，当我表示力不从心时，却被指责为自私。小杰，我努力保持冷静，我已经尽力了。如果你觉得5万太少，那就当我没说过。弟弟气呼呼地离开了，留下我一个人坐在房间里发呆。不一会儿，爸妈来了。小辉，爸爸开口，语气中带着失望：你弟弟结婚是大事，你怎么能只出5万呢？爸，我真的没有那么多钱。我再次解释，没那么多钱。妈妈的声音提高了。你在北京工作这么多年，工资那么高，
怎么可能没钱？我看着父母，感到心累。他们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我在北京的生活，从来没有关心过我的困难和挣扎。在他们眼中，我只是一个可以提供经济支持的工具。妈，我在北京买了房子，每个月要还房贷7000多，我的存款真的不多。我再次解释，声音中带着恳求。妈妈的表情变得更加严厉。小辉，你是不是不把我们当家人了？你弟弟结婚，作为哥哥，你不应该尽力帮忙吗？这句话像一把刀，直直插进我的心脏。我感到一阵窒息。10年了，我一直努力做一个好儿子、好哥哥，可在家人眼中，我似乎永远不够好。我已经尽力了，我低声说，眼泪在眼眶中打转。爸爸叹了口气，站起来，拍了拍我的肩膀。小辉，我们知道你在北京不容易，但你弟弟这次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助。我低着头，不知该如何回应。这时，门铃响了，大姐去开门，是弟弟的未婚妻，一个穿着朴素的年轻女孩。她走进来，向我们问好。小辉，这是你弟弟的未婚妻，小玲。妈妈介绍道，语气突然变得温柔了许多。小玲向我微微鞠躬，大哥好。我点点头，打量着这个女孩。她看起来很普通，没有名牌衣服，没有精致妆容，与我想象中要50万彩礼的对象完全不同。小玲，坐。妈妈热情地拉着她坐下。要喝什么？白水就好。阿姨，小玲礼貌地说。我注意到小玲的手上有明显的茧子，是长期劳动留下的痕迹。我忍不住问，小玲，你在哪里工作？我在一家服装厂做缝纫工。她略带羞涩地回答。我心中疑惑更深，服装厂的工人，家里怎么会要50万彩礼？小玲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，轻声说，大哥，我想跟你解释一下关于彩礼的事。其实，弟弟突然冲进来，打断了他的话。小玲，你怎么来了？小玲看了弟弟一眼，欲言又止。弟弟的表情有些不自然，拉着小玲就往外走。我们出去走走。我看着他们离开，心中的疑问更多了。晚上，我敲开了大姐的房门。姐，我觉得这事有蹊跷。大姐叹了口气。我也觉得，小杰的这个未婚妻看起来不像是会要高彩礼的人家出来的。我点点头，我打算去找小玲聊聊。大姐忧虑地看着我，小心点，别闹出事来。第二天，我借口去买烟，来到弟弟口中所说的小玲工作的服装厂。工厂不大，工人们正在埋头工作。我询问一位年长的工人，他指了指角落里的一个年轻女孩，那就是小玲。我走过去，小玲看到我，惊讶地站起来。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想跟你聊聊。我直接说明来意。小玲看了看四周，然后小声说，下班后在工厂对面的咖啡馆等我。下班后，小玲如约而至。她坐下来，双手握着咖啡杯，显得有些紧张。小玲，我想知道真相。我开门见山，你家真的要50万彩礼吗？小玲猛地抬头，眼神中满是震惊，然后是深深的愧疚。她咬了咬嘴唇，低声说，大哥，对不起，其实我家根本没有要彩礼。我心头一震。什么？我家条件不好，父母早逝，是奶奶把我抚养长大。奶奶一直说，嫁女儿是送福气，不该要彩礼。那这50万是怎么回事？小玲的眼泪突然落下来。是小杰说的，他告诉我说你们家习俗，结婚必须要彩礼，让我配合他演戏。我不知道他会要这么多钱。我愣住了，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。弟弟竟然编造了这么一个谎言。
骗取家里的钱。小玲，你知道这笔钱是用来做什么的吗？我努力保持冷静。小玲擦了擦眼泪。小杰说是用来买房子的首付，但最近我发现他经常去赌场。我怀疑他没有说完，但我已经明白了，弟弟有赌博的问题，这50万可能是用来还赌债的。小玲，你真的爱他吗？我突然问道。小玲愣了一下，然后点点头。爱，虽然他有很多缺点，但我相信他能改。我看着这个单纯的女孩，心中既心疼又敬佩。她明知道弟弟有问题，却仍然选择相信他，给他机会。小玲，谢谢你告诉我真相。我站起来，我会处理这件事。我回到家，找到正在客厅看电视的弟弟。小杰，我们谈谈。弟弟不情愿地跟我来到阳台上，我直视着他的眼睛。小杰，我今天见到小玲了。弟弟的表情立刻变得紧张起来。你们聊了什么？聊了彩礼的事。我平静地说。他告诉我，他家根本没有要彩礼。弟弟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，然后又涨得通红。他胡说。小杰，我叹了口气。你是不是有赌债？弟弟僵住了，然后突然崩溃，蹲在地上哭了起来。哥，我欠了高利贷，如果还不上，他们会……我看着蜷缩在地上的弟弟，心中五味杂陈。欠了多少？我问。弟弟抽泣着，45万。我倒吸一口冷气。45万？你怎么会欠这么多？弟弟断断续续地说出了实情。原来他第一次婚姻失败后，开始靠赌博寻求刺激，慢慢陷入赌博的深渊。为了东山再起，他借了高利贷，结果越陷越深。现在债主给了他最后期限，如果还不上钱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为什么不跟家里人说实话？我问。弟弟抬起泪眼。我不敢，爸妈年纪大了，我怕他们受不了打击。再说，上次结婚他们已经出了很多钱，我不能再伸手要钱，所以你编造了彩礼的谎言。弟弟低下头，不再说话，默认了我的质问。我站起来，走到阳台边缘，看着远处的夜景，心中突然感到一阵解脱。原来我一直误会了家人。他们并不是只把我当提款机，而是弟弟编造了这个谎言，把我们推到了对立面。小杰，这件事我来处理。我最终说道，但有一个条件，你必须戒赌，并且对爸妈说出实情。弟弟抬起头，眼中闪烁着泪光。哥，我打断他，不是为了你，而是为了小玲。他知道你有赌博问题，却仍然选择相信你，给你机会，你不能辜负他的信任。弟弟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点点头。我答应你。第二天，我把大姐叫到一边，告诉了她事情的真相。大姐听完，气得浑身发抖。这个小兔崽子，我要去告诉爸妈。我拉住她，姐，别，爸妈年纪大了，经不起这样的打击。让小杰自己去说吧。大姐冷笑，你觉得他会说实话？他会的，我肯定地说，我已经跟他谈过了。果然，晚饭后，弟弟主动找到爸妈，坦白了一切。爸妈听完都沉默了，没有预想中的大发雷霆，只是深深的失望和悲伤。小杰，爸爸最终开口，声音中带着疲惫。爸妈养你这么大，不求你有多大出息，只希望你能做个正直的人。可是你……妈妈在一旁低声啜泣，不断擦着眼泪。弟弟跪在地上，不住地磕头认错。我和大姐站在一旁，看着这一幕，心中五味杂陈。当晚，爸妈把我和大姐叫到他们的房间，爸爸开门见山：关于小杰的赌债，你们有什么打算？我和大姐对视一眼，
然后大姐说：“爸，这笔钱太大了，我实在拿不出来。”爸爸点点头，转向我：“小辉，你呢？”我深吸一口气：“爸，我可以拿出15万，但有条件。”爸爸示意我继续说：“第一，这笔钱直接用来还债，不经过小杰的手；第二，小杰必须去戒赌，并且每周向我和大姐汇报情况；第三，从现在开始，小杰必须自己工作，自己养活自己，不再依靠家里。”爸爸思考了一会儿，然后点头，条件很合理。那还差30万怎么办？我沉默了一下，然后说：“我可以去贷款，但这笔钱小杰必须还。我会和他签订正式的借款协议，每个月从他工资里扣除一部分，直到还清为止。”爸爸沉思片刻，然后点头：“好，就这么办。”大姐突然问：“爸，您和妈的养老钱还够吗？”爸爸苦笑：“够，我们这辈子节省惯了，也不需要花多少钱。”我突然意识到，这么多年来，爸妈一直默默支持着这个家，却从不抱怨，从不要求回报，而我却因为一些误会和猜疑，对他们产生了怨恨。爸妈，我突然开口，声音哽咽：“对不起，这些年我很少回家看你们。”妈妈拉住我的手：“小辉，爸妈知道你在北京不容易，我们每天都在想你，但不想给你压力，所以不常打电话。那这次为什么突然打了7个电话让我回来？”我问出了心中的疑惑。妈妈的眼睛湿润了：“因为爸爸查出了早期肺癌，下个月要手术，我们想在手术前一家人团聚一次。”我震惊地看着爸爸：“爸，是真的吗？”爸爸点点头：“检查出来有1个月了，不严重，医生说手术后问题不大。我不想让你们担心，所以一直没说。”我突然明白了一切，妈妈的7个电话不是为了让我出钱，而是希望一家人能够团聚，共度这个可能是爸爸最后一个健康的春节。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，我跪在爸妈面前，抱住他们的腿：“爸妈，对不起，我错怪你们了。”爸妈把我拉起来，我们3个紧紧拥抱在一起。这一刻，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，那种无条件的爱和支持，是北京的任何一个角落都给不了的。大姐也流下了眼泪，加入了我们的拥抱。这一刻，我们不再是有着各种矛盾和分歧的家人，而是紧密相连的一家人。第2天，我和大姐商量，决定一起帮助弟弟解决债务问题。我拿出15万积蓄，大姐拿出5万，剩下的25万，我去银行贷了款。我们找到债主，一次性还清了债务。债主是个留着大金链子的中年男子，看到钱咧嘴一笑：“识相，不过我劝你们看好你弟弟，他这毒瘾不小。”大姐冷冷地回应：“我们家的事不用你操心。”回家的路上，大姐突然说：“小辉，谢谢你。”我愣了一下：“谢我什么？”“谢谢你愿意帮助弟弟，谢谢你没有放弃这个家。”大姐的眼睛湿润了。这些年，我一个人在家，看着爸妈一天天老去，弟弟一天天堕落，心里真的很难受。有时候我也会怨恨你，为什么你可以逃离这一切，而我却要留下来承担？我沉默了。是啊，这些年我逃离了家乡，追求自己的生活，却把家庭的重担都留给了大姐。姐，对不起。我真诚地说，以后我会常回家看看，也会多关心爸妈和弟弟。大姐笑了，眼中的泪水闪闪发光。这还差不多。回到家，弟弟和小玲正在厨房帮妈妈准备晚餐。看到我们回来，弟弟紧张地问：“怎么样？解决了？”我简短地回答。弟弟松了一口气，然后走过来，
给了我和大姐一个拥抱。谢谢你们，我拍拍她的背，记住你的承诺，戒赌，好好工作，照顾好小玲和爸妈。弟弟点点头，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。我会的。晚饭后，爸爸提议一家人去散步。冬日的夜晚，寒风凛冽，但我们一家5口加上小玲，走在小区的小路上，却感到无比温暖。爸爸走在最前面，背影看起来比我记忆中更加佝偻。想到他即将面临的手术，我心中涌起一阵疼痛。爸，我追上去搀扶着他。手术的事，我和大姐都会陪着您。爸爸拍拍我的手，有你们在，爸什么都不怕。妈妈走在旁边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一家人在一起真好。我看着他们，突然意识到，家不仅仅是一个地方，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。无论我走多远，飞多高，这个纽带都会把我拉回来，提醒我最初的归属。春节的前一天，我们一家人一起包饺子、贴春联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弟弟和小玲在一旁低声交谈，不时发出笑声。大姐的孩子们也来了，在院子里追逐打闹。爸妈坐在沙发上，看着这一切，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。夜晚，我一个人站在阳台上，看着漆黑的夜空。北京的繁华和喧嚣仿佛很远，而此刻，我只感到深深的归属感。大姐走过来，递给我一杯热茶。在想什么？在想家。我坦率地说。大姐笑了，家就是这样，有时候让你窒息，有时候却给你温暖。我点点头，姐，我决定了，这次手术后，我要调回老家工作。大姐惊讶地看着我，真的？你在北京不是挺好的吗？我摇摇头，10年了，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在追求更好的生活，实际上却是在逃避。现在我明白了，最好的生活不是最富足的，而是最温暖的。大姐拍拍我的肩膀，没有说话，但我知道她理解我的选择。春节的钟声敲响，我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吃着团圆饭，看着春晚，说说笑笑。这一刻，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和满足。1个月后，爸爸的手术很成功。医生说，癌细胞被完全切除，恢复情况良好。我和大姐守在病房里，看着爸爸苍白的脸色渐渐恢复红润，心中充满感激。弟弟也做到了他的承诺，戒掉了毒瘾，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，每个月按时还债。小玲也怀孕了，他们的生活正在步入正轨。至于我递交了调职申请，准备回到家乡工作。北京的房子，我决定暂时出租，偿还贷款。虽然收入会大幅减少，但家乡的物价低，生活压力小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可以陪在父母身边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